整个人在舞台上是颤抖，没有讲过这么热烈的场子被所有人泼着的一种感觉，那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成功，所以这个节目是我最后的机会了，离场之后最后的曝光。大家好，我是梁海岩，欢迎来到我的视频播客离场之后它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脱口秀和他淘汰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脱口秀曾巩，然后脱口秀界肩最宽的脱口秀演员和百搭狗韩大狗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大狗。大狗，那个你觉得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是一种开心还是一种觉得很开心了，真的很开心。没想到，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除了第一名之外都有可能来的节目，在离场以后还能有曝光的机会，特别好。对，我们也是一个小流量的节目。那个今年是比到了第3轮，对吧？怎么样？对这个成绩是满意、符合预期，还是超出预期，还是低于预期啥的？我觉得如果在第1轮之前告诉我会走到第3轮，我会觉得还可以接受。对，但真的走到第3轮的时候会觉得太少了点，有点遗憾，因为我还是一直以来都很想进半决赛。一直以来很想进半决赛。对，那你如果走到半决赛，会不会又觉得我离决赛又只差1步也是一个遗憾？可能也会有，但我觉得也对得起自己的心愿吧。至少实现了心愿。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奢求太多，因为你进到决赛还会想说，如果我能进到第2轮，决赛第2轮之类的。对，然后进到决赛第2轮，觉得离冠军只有1步之遥。对所以人的那个不能太贪婪。对，人的欲望还是需要不断的满足的。那总体来说，那你觉得今年算是一个成功的一年，还是不算那么成功的一年？我觉得算成功了，因为我觉得也算是留下了2篇大家也比较喜欢、自己也比较喜欢的作品我觉得能把作品留在舞台上，并且被大家认可，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算成功了。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好，谢谢大家。你只会成功学，我们今天不聊成功学，今天来学失败。前两篇票非常高，对吧？然后第3篇跟前2篇大概差了50票。对，是什么原因？我说实话也是真的有点写不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在节目里边挺痛苦，或者说我挺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年没有好好准备。今年的每一篇，你对节目也太不尊重了吧？每一篇都是新写的。今年比的3篇全部是新写的，就几乎没有任何我线下商演的内容完全为了节目而写然后我今年的设想就是在段子里边就是展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第1篇是我第一次写观点型的带议论的内容第2篇试着加了点呈现，第3篇讲了故事。结论是故事这是一定不行的，这一定一定不要讲故事。3个尝试成功了2个，对吧？对，主要也会后悔，或者说在想说真的机会来的时候，对，还是得做好准备。你所说的这个机会是指什么机会呢？是指就是进入下一轮的这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像今年赛制也做了一些调整赛制缩短那么大家相对更容易进到半决赛和决赛。对所以其实这对于每个演员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对，你有这机会去突破的话，就1步之遥嘛，每个人都1步之遥。所以是错过了这么1步踏进半决赛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就是完全没有素材。我当时跟内容导演跟编剧也聊我甚至把很多我的人生各种经历绞尽脑汁去想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素材和话题似乎都很难，是吧？我就没有说很想特别想表达一些东西我习惯于去聊或者创作那些生活当中的小的观察那些也很好啊，那些不但是是可以作为素材吗？我去年实验了以后发现不太适合上线上的节目作为打比赛，会有点吃亏但是你比如说像张俊他创作的很多，他会概括自己说我喜欢讲那些小而痛的东西
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素材选取的这样一个思路？对，我觉得也看怎么把这个素材去捏合和处理。去年会觉得没有把这个作品好好的奉献给舞台，最后一次没有讲出来，这种感觉其实是很难过的。对，他不是因为淘汰而难过，而是最后一次讲它。今年我就在想说，首先这篇作品没有那么有感情，并且以一种非常惨败的成绩被淘汰，是不是一种幸运？为什么说是幸运？就是你没有那种就是悬念期待在那里等到底会不会淘汰我。对，因为有很多选手是要在最后等到最后一刻告诉你说他被淘汰啊，这种可能是就是那种是最难过的，很痛苦的。当时内心有个小遗憾是有一篇半决赛很想讲的东西，虽然没有写出来啊，但是这个主题很想讲。我们读稿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题材有点大，就不那么好处理啊。然后我们读稿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切换好几次的题材有点大，是那种拯救世界的那种。没有，就是我对于一种千禧年的怀念，这是我最直接的情绪。我觉得你今年这个风格变化真的还挺大。往年你是比较典型的是讲观察式喜剧的那些段子，然后你没有特别多的个人观点和情绪在就是整个表演里面。但是你刚才说了，今年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嘛，包括讲了一些观点、议论和一些心态、情绪方面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今年要试新的东西？一方面是觉得整个节目的生态还是需要给观众呈现出这个演员自己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我是什么样的人，对，而不是直接把一些观察的点扔给他们。并且说实话，即便去年上了节目走了2轮，还是有很多观众完全不认识我这个选手，所以一定是还是需要去讲一讲我的想法。二来是也和其他经常一起写观察类的朋友聊，对，他们节目上也还是觉得说现在还是得把观察到的东西和自己相结合。我甚至第一篇我明确的写的时候，我就想着说这一篇就是奔着节目去就是为了节目写一篇内容。其实我前2轮内心很忐忑怎么忐忑？因为一方面是第一次尝试写这样的东西二来是开放麦都是很温的，甚至凉的，这让我发誓。所以在节目的时候演成那个样子，你会特别惊喜，尤其是第一轮非常意外，在台上整个人是颤抖的。那时候我其实目标就是晋级嘛，就希望能晋级就行。是，我还跟有些朋友们说，到时候反正希望大家帮我去鼓鼓掌就是笑一笑，带带气氛，也挺难讲的。一开始观众，我能感觉到观众是也挺热情的，鼓掌大笑对，到前面我感觉，尤其是我开场段子，这些观众给反应了，我就觉得还不错，因为我向来开场比较慢热，对，比较进的慢。到了中段，感觉越来越嗨，是，并且已经获得了5灯了。对，那时候我心里很踏实，那是我第一次完全不在意，导师就是校友团他们的表情反应，然后但是这一次你已经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这个段子里，心流了眼神是放虚的，就是没有聚焦到任何东西。对，我甚至完全看不到校友团的表情我就能听到当当当的灯嗨灯的声音到后面越讲越嗨，观众也很嗨，对，鼓掌越来越高频，感觉两边的选手朋友们都快起立鼓掌那种感觉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了最后一段大概比如说4、5句话吧，对，可能最后2句是真正的底。对，我前2句讲完以后，观众已经起掌声了，我内心想的是你们等等，别急，还没到，好笑的在更猛的还在后面。然后我调整一下呼吸，然后把说你们再等1000年这句话扔出来。那一刻感觉大脑是空白的，是安静的。对，然后下一秒就爆发出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你能看到，可能是导师校友团也站起来了，然后两边的朋友们都站起来了，整个人在舞台上是颤抖的。有点想哭。我讲到中后段已经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没有讲过这么热烈的场子被所有人拖着的一种感觉。
我特别理解那种，就是你其实还没讲完，你知道后面还有很好的你更想讲的东西，然后但是观众已经有点进入那种特别大笑，可能笑疯了，类似那种状态，然后有一种家里还有很多弹药的，就是那种富裕感，这算不算你人生的一种巅峰时刻？人生演出，我觉得算是人生演出，那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成功。它已经和票数无关。这是不是对？这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特别幸福的时刻，非常重要的演出的场合，然后你发挥出了甚至超过自己想象，绝对超过想象了，然后非常幸福，觉得尤其我们都知道录影棚里更难演。那你觉得这个差别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路演的现场反而效果更好？我至今可能我真的很难总结出差别。任何比赛也好，录制也好，都有很多的玄学，关于出场的位置啊，现场的气氛呢。我觉得，因为我这3轮，全都是第2个上。第一轮也是开场组的第2个，接了晨曦。晨曦第一次上节目也发挥不错，他也算是把场子开了。然后我就上去再添一把火，这种感觉第2轮是接浩哥。那接浩哥是非常舒服的，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帮助，对我来说。第一篇跟第2篇都非常好，会给你增加很多信心吗？对于心气的提升是很明显的。会一方面很认可自己，然后也被大家所认可。对，觉得自己是能写出来这样的东西的想要去创造出更好的东西。但是这种感觉在第3轮也会带来很大的痛苦，要把自己更多的情绪和想法结合放到内容里边，然后发现没有情绪了。我本身是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我生活当中本身负面情绪很少，这对于创作来说是不利的。对。很多的事情我自己当下就能消解，就是为什么我写不出很多故事类的段子。那你这种状态不是很适合做脱口秀演员，所以今天是我做那个客服。对啊，就是接那个投诉电话的客服，然后是这么回事，就是你们这个产品这么差，然后你还是情绪非常稳定。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写一篇关于情绪稳定的。我有想过写，有想过写。被淘汰的时候情绪那也挺稳定，内心预演过，每一轮都在预演被淘汰。第3轮，尤其是开放麦试着，你就知道不太行。你是怎么会形成这样一个情绪稳定的这样一个人格状态的？这要聊到我的原生家庭。什么样的原生家庭能塑造出情绪稳定的小孩？我父母情绪有时候会比较波动，那就需要我要更柔软一些，像一个海绵或者那种能把这个力量吸收。对，我就去弱化自己，并且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一些因为如果我也过激的话，那就很多的争吵，所以就培养了我这样的性格，就是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去消解，很容易自我消化。我觉得人很奇怪，就是有很多人会，比如说父母情绪不稳定，很容易遗传到他也情绪不稳定，然后也会形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父母情绪不稳定，我肯定不能像他们那样，就是他们太反面了。对，我是觉得说，我们形成的原因肯定是和自己找到的生存之道有关就有些人可能你比父母更过激，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对。那有时候你可能去弱化自己。回到就是说，就是你尤其是前面2轮都会觉得大狗发挥的太好了，而且你2轮都是跟贾浩是同一组，对，然后你2轮都比他分高。我那样一段时间我都跟贾浩说，就是哎呦，你抱到大狗的大腿，就是我浩哥托举我，真的没想到，我本来就是奔着抱浩哥大腿去的结果自己成大腿。我觉得也是浩哥2轮录完以后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第3轮以后果断了选择了拆赛。浩哥成功高票晋级。这2轮录的都还很不错，就是你播出你也看了吗？就看了感觉怎么样？播出跟预期或者是观众的反馈跟你的预期会一样吗？反馈挺好的，加上在这2轮，尤其第1篇，收获的很多的观众的共鸣，
包括很多来自江苏的朋友啊，他们会说啊，这就是什么江苏文科生的含金量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帽子有点大，其实。因为你说了江苏的特别在意排名嘛，排名，但确实是这样一种处境和大环境，就是这样。然后有些梗大家也很喜欢我印象很深，就是行星评价恒星，对，这个梗就挺受好评的差点删了这个梗。为什么差点删了？开放麦越讲越凉，这是跟 Jerry 聊出来的。我们在聊那个连日落都有前3排名，对，然后 Jerry 讲到说行星和恒星这个东西，然后就把它，我在想怎么去处理成这个加在段子里。第一次效果非常好，让你觉得好像这个梗肯定没问题，然后越讲越凉，发现不应该啊，他之前很炸的，再给他机会，发现好像还是不行，对，怎么回事但我觉得我们得留下想讲的好东西，可能是就是他遇到的那一批观众，就是正好对这个点就特别有共鸣的。所以有时候是不是也是有一些跟观众的缘分啥的？因为有时候你遇到的观众他就是行星，他会觉得行星有什么，我们就不能去评价恒星。有时候遇到的观众是恒星，然后说对呀，你们有什么资格评价我？有时候遇到观众是什么是恒星？对，什么是恒星，什么是行星？对，所以就是其实都有差别的。我在录制前一天，我跟 Jerry 还在聊我说这个梗现在好像说前面开放麦试着一般杰瑞说那没事，那你就删了呗，因为一般想的是我给你想一个梗，反正你用不上那就删了，没事。对，我说不行，我说我很喜欢这个梗我说这是好东西，一定要留下。对，然后我想出来加了前面半句只要地球人足够在1排名。对，所以这个铺垫可能铺的，我觉得就是把它铺进去了。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铺垫也非常重要，我很信任编剧的建议我是觉得说我录节目我可能这也才第2年第3次第4次那编剧建了那么多演员的稿子不管是吐槽主咖脱口秀大会到现在是各种场面都经历过他们可能更了解线上节目的他们给的建议可能会很准我试一试嘛，那不行就删了嘛。是，然后加上我的内容相对来说兼容性强一些。是，播出的时候你会看弹幕吗？我完全不看弹幕，完全不看弹幕。我2年了，一句弹幕都没看。那你不看弹幕，你看节目干嘛呢？我只是重新再欣赏一下自己，就是不受干扰的欣赏一下自己。我其实看节目很关键，最想看的是后期加入的东西，前后彩或者那些小片这是我的视角里看不到的，这是我比较想看的。弹幕我从来不看，因为我对弹幕的感受是10条弹幕里边会有7、8条好评和2条差评基本是这样的比例。对，但好评基本都是哈哈哈哈哈哈但差评会非常的具体，骂你妈的。但是你觉得你演得很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更相信说应该没有什么差评，然后去享受一下大家的赞美。但我觉得那1条就会影响。你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但我会自我怀疑，我会觉得这个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如果考虑了太多观众或者受众的想法以后他会变形，但又很难不去看到这样差评不去调整。评论基本上都是好评，我印象中99%应该都是好评和夸。你最喜欢的一条是说什么？最喜欢的一条说你五官其实长得很好你瘦下来是很帅的你最在意的是最喜欢的是这个我希望大家不要关注我的作品，关注我的关注你会不会瘦下来的。很好玩的是这一条它下面一条评论是说我长得像吕博伟和王继业的结合体这条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本来想拉黑的他们其实我开玩笑因为这就是对外貌这个是最不在意我比较在意的应该是很多朋友说以前就关注我了，他可能从很早以前线下就看了我然后去年的段子他也很喜欢，说酒店的段子很喜欢对然后说今年看到你发挥这么好很开心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评价其实挺给我力量。涨粉了吗？涨了几千
涨了几千，2期慢慢在涨，没有那种爆发式的。比预期怎么样？比预期要低，那会失望吗？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会有点失望，其实挺失望，因为尤其你看着同行，很多朋友他的点赞就上万啊，甚至大几千，对，自己只有几百，对，但也是很满意的作品，票也很高，对呀。就会挺失望，会受到打击吗？会觉得我已经尽力了，演到这么好了，写了写这么好，然后播出来之后，结果其实并没有。会有一点想法，就是为什么我还要做什么？有时候很大的痛苦就是你已经尽全力了，发现你只获得了这些东西啊，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是。对，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瘦到很瘦了。然后发现没有变帅，他只是瘦了，没有帅。但是你刚才听到那个评论那么说，你还是很开心啊，说你瘦下来肯定会帅，因为想等我瘦下来丑死你。我也会嫉妒其他的演员，都不说涨粉，我最嫉妒小四爷。我们组啊，我们舞文弄墨这一组，我们当时每天就在嫉妒小四爷，看着他怎么现在3.8万，明天怎么4.6万了，怎么？点赞涨那么快，就讲抽纸，就是抽纸就5万赞，怎么就5万赞了？举报都举报不掉这个视频。我跟侯志远特别嫉妒他啊，因为张俊呢已经拥有了大几十万粉丝了，所以他也不在意这些。大刀呢对所有事情都不在意，只有我跟侯志远每天会非常嫉妒小四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中的常态啊，大家每个人可能都在各种方面经历这样的东西。是因为我其实我也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会觉得说到后面你就这样说，你只能做好自己该做的能做的，可能是做到最好的。你知道我之前有一年是录节目嘛，录完之后也是被淘汰了，被淘汰之后呢，不就进入度假的状态了吗？我记得那一年应该是跟陈小静，然后还有我们另外2个朋友，然后去泰国玩，他们就要去玩那种就飞越丛林什么之类的，这个太吓人了。我的节目明天就要播了，我一定要看到这个节目播之后，我不能就是这么玩这么危险的东西，我要看到节目播出之后，就是大家就是给的就是反馈，因为你想象中你会觉得啊肯定会特别好什么的，然后第2天播完之后啊就这吧，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会跟你想象中其实是可能是有差距，但有时候会有惊喜了，但是可能就是会跟你想象中有差距。你以为会怎么样，但是可能不会怎么样。是，所以这个节目是我最后的机会了，离场之后最后的曝光。当然我觉得其实不能抱任何预期去看待所有的东西，尤其高预期。是而且我还是一个生活当中都喜欢永远做最坏打算的人。啊，你就是路易 CK 段子里面那个，你有看他专场吗？看。对啊，他就是永远做最坏打算的那个朋友，永远你就是这样的朋友。对，我每天会预演各种事情的最坏打算。哇塞，真的吗？其实压力很大，避免自己真正遇到的时候内心难过，这也是我情绪稳定的一个原因。就是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已经早就想到了。是这样吗？对，甚至所有的生离死别，因为这已经是我们能想到最大的痛苦了。真的啊？但也会。你是从几岁开始有这种状态？从中学可能。中学。对。为什么突然间进入这种？因为我害怕。太成熟了吧？我最害怕面对的东西，所以我是要先让自己有个预期啊。我向来最害怕面对的就是死亡啊。随着年龄增长，你会越来越高频的面对这样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可能就是会提前做好遗嘱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准备。对，我会很害怕告别啊、遗憾啊这些东西，所以你要习惯于去先做好这样的预演，像刷牙一样一种每天的流程。那比如说今天你出门能有什么坏的打算需要准备呢？车撞了或者什么的，真的会想很多，真的会想很多。就是，但是我已经经过了10几年的练习，对我来说，完成这个流程很快然后影响很小。内心不会波动。那比如说今年的节目，你有做什么最坏的打算？每一轮就是做好淘汰的打算。有做好不进节目的打算吗？也做，对吧？因为我在编创营的时候，这一篇完全没有成型完全是很散的点。对，我当时只有2个点，一个是人上人上面还有顶级和夯，对，一个是唐宋八大家，对。
除了这2个以外，我基本是2手空空，然后就做好说有可能节目组不选你啊，所以我内心还挺忐忑的。那我能做的就是改嘛，很多的灵感或者很多的铺垫前提都是意想之外。我是突然在某个深夜跟另外一个演员聊，我说这个咖啡这个榜单说都是他世界第一，我说这个榜其实每年都会评一次，每年都有世界第一啊。他说是个啥榜？对，我说我去搜给你看。对，一搜发现这家店上的不是那个权威的榜，而且还是很多年前的榜。而且上的还是个在挪威的总店。对，我去的是个分店。我就觉得被骗了。我就觉得你就一个第一的头衔就这么好使，就能骗那么久，那我也到处说自己是第一就行。然后就有了说自己是那个单立人第一，单立人冠军的那个。后面也是想到说其他谁拿过大家想到贾浩、小齐，这些都是节目录制现场人气呼声最高的选手。是的，韩大狗拿过，我就想到了曾巩。对，就都串上了，就正好。所以你沉浸在这个创作状态当中，你会突然间这里来一点灵感，那里来一点灵感，然后你最后就是把它整个就串起来了。对，而且你应该在演的时候就是有讲到小齐跟贾浩他们那个脸是非常炸的，用一种就是也蛮平淡的那种语气说，对吧？曾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脱口秀也不玩美妆，也不秀学历。对我觉得那里观众其实是反应非常大，非常大啊！然后贾浩还钻到那个椅子下面去了。在此想非常感谢浩哥，这个建议是他提的啊，他听完以后说这个位置很适合去调侃他一下。对啊，因为我说贾浩、小齐、韩大狗找出里边的曾巩，对，他说这个位置你就适合来调侃我一下，然后再想出来这些。所以很感谢浩哥的牺牲。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样的一个话题被认可，你内心真正的认可说就是作为曾巩其实也不差，然后就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做喜剧或者是做创作，它其实是会被看见和有回报的。对，这是一定的。这也是我写这一篇的初衷。因为我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曾巩，圈内也还有无数个曾巩。对，然后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曾巩。我们经常有点像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就是其实你已经很好了，对，但我们时刻在跟别人比较，觉得自己不够好。是，对，你当第7名，你就会在想我不是前3，对，永远都会在要更好的比，但其实已经很好。上节目已经很幸运了。我觉得可能要向上比一下，向下也比一下，这样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更平衡的心态，更知道自己的处境。我感觉有没有可能我们的观众看完你这一段之后也会说韩大狗也是一种处境。对，我就是处境脱口秀。百搭是一种处境，曾巩对，百搭是一种处境，他并不想百搭。你说到那个单立人比赛的那个冠军是21年的，当时比赛是一个什么情况？我那一年的状态就是渴望被看见，渴望证明自己。对，我是20年开始讲脱口秀，第1年其实就开始演商演了，对，也很炸我就觉得自己还不错。对，想要报名单立人比赛，第2届开始报的第2届、第3届、第4届都没选上，对应的效果训练营完全没选上。对，我在想我线下这些段子比选上人要炸呀。为什么我一直选不上？后面报了南昌一支麦的比赛，拿了个冠军，然后就报了单立人比赛，就报上了。报上以后他们也会给你很大的期望，说你刚拿了一个全国冠军单立人是不是要再拿一个？进到决赛以后，我其实对决赛内容会更有希望我当时做了一点调整，就没有把最炸的留到初赛，藏了一手，算是觉得说只要能进决赛呢，希望就比较大。对，那决赛比的时候，你相信自己会夺冠，或者有各种好的征兆，你就真有可能。下午他们在走流程，我正好在台侧，
然后他们说，能不能你来帮我们就是模拟一下，就是到时候颁奖啥的。然后我们走一下给冠军颁奖的流程，我就以排练了一下冠军的身份排练了一下流程，然后最后就真的拿了冠军。那一届有其他比较出名一点的曾巩吗？有夏夏啊，王17，他们是第2名、第3名啊。好，对，还有其他有些朋友也慢慢在淡出。这个冠军有给你带来一些更好的信心之类的吗？有，因为本身当时觉得这肯定就是线下含金量最高的了。这个头衔很重。对于演员来说，算是连拿2个冠军以后，成功选上了效果训练营啊。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一步步努力去达到的，从一支麦到单立人，然后再到效果训练营，然后再到节目，就是等等一步步，其实这个路走的还蛮长的，很长，对吧？而且比自己预期要长。因为本来想的是这一路走完，我都签效果，训练营结束以后签效果，对，是不是就要上节目了？对，然后没上，到第2年要上了啊，节目没了。你会觉得有那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吗？我会觉得，蹉跎了一点，没有怀才不遇。我觉得这个行业里似乎很难怀才不遇，因为你现在曝光的机会太多了，你真的有才，即便没上节目，你可以参加线下的比赛，对，也是一个被节目组看到的机会，更别说有些朋友会直接被节目组看到，很像那种球员刚爆发然后大伤就赛季报销1年，是那样的感觉。最后时刻没有选上节目的时候，你也没有这种就是怀才不遇的感觉，就是怎么这些人都不识货，然后我其实很好，但是没有人欣赏我。说实话，识货了，但是识到最后他又放弃了。拾金不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吧？它是有发光，但是我现在拾金不昧，就是你是金子，但是我今天不要金子，那说明还不够好嘛。越来越容易想开我觉得可能如果放几年前会觉得哇就是很愤怒，怪把所有问题都怪到其他人头上，怪他们不懂，对，我自己非常好，他们不懂但现在会觉得肯定是自己还能更好那事实证明就是这样。是，因为我从一个旁观者来看，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你是进步的。你比如说去年酒店那个观察，我是非常有共鸣。因为我们真的出差会住很多各种各样的酒店，就是你讲的几乎每一个细节，就是大家都是非常大概率会遇到的。我自己也会觉得酒店的这一篇比以前创作的都要好然后今年的这一篇可能比以前创作也都要好对，所以这也是一种好的势头。我觉得今年对你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观众能找到什么东西来形容你了，因为今年你给大家你自己也总结了，就是一个肩很宽的演员然后脱口秀曾巩或者是一个百搭演员，对，就是跟谁都可以百搭。然后我其实非常喜欢你百搭那个段子里面的那句话，就是百搭跟百搭，对，他怎么就不搭呢？对，百搭款式不能搭百搭款式，对，百搭款式不能搭。我觉得这个非常巧妙，就是我很喜欢你类似这样的一些创作。是，对，我觉得希望就是你如果以后有一些更多的就是这样的东西放到稿子里面，应该会吸引很多人。对，所以你是一个很注重自己穿搭的人。穿搭非常注重，我算是脱口秀演员里边比较在意穿搭的那你介绍一下今天这一身的穿搭理念。这是 OTD 的黑搭白加搭灰百搭穿搭那你不就是百搭跟百搭搭在一起了吗？对，包括我最近有个发现是我前一阵去了韩国第一次去发现很容易在那买到适合我的衣服。对，因为韩国那个偶像男团比较多，主要是他们韩国追求双开门的肩宽我买衣服呢最大的痛点不管在哪个国家什么品牌是我肩太宽了
啊。我肩合适呢，衣长就很长，要么就是肩很紧。但是在韩国发现有些品牌呢，因为他们市场主流就是追求肩宽，所以他们会把肩做的相对宽一些。那衣长没有很长，那衣服就非常适合你。我就觉得我穿上就挺正好。那世玉如果在韩国，他就完了。完蛋了，世玉得在哪买衣服呢？我也想不到。就从你穿搭，然后去总结你的这种风格的话，就是乍眼看上去好像有点平平无奇。你看这个色彩，它不是特别抓人眼球那种色彩，包括它的整个的服装的那种设计感，你不是一下子一眼看过去就能看出来的。对，但是你好像慢慢的去欣赏这些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不少特别的。我段子说的，我不想当骚胖子。我就觉得穿五颜六色好像会很视觉上的冒犯。视觉上的冒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形容，是吧？对，视觉上的冒犯有一种就是你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走过去，但是你冒犯了我，你什么都没做。对，就会让这个看到的人心情有点不爽，被那个大红棉袄给冒犯到了。其实脱口秀男演员吧，不是不讲究穿搭，也不是不想花钱，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发力。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这一块就受到的教育熏陶或者是影响什么的，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可能也是受我妈妈影响啊，不是说我们生活多么富裕，而是她会觉得说生活品质是最关键。我母亲的审美，我觉得审美很好，那么她就会也在这方面她会培养到我耳濡目染这样子。然后我从小会陪我妈逛衣服，这个我觉得影响很大。我妈会让我点评，我得像校友团点评段子一样，我得讲出来。你一般会怎么点评？而且不能只是说好看或者不好。我妈会问我这件衣服怎么样，要不要留。你不能光说还行，你得讲出来。你对她不敷衍。对，我必须得说出原因啊。这个搭的好像行，或者搭的不行，这件上下有点颜色不统一。慢慢，那时候我可能还是小学初中，那我觉得就是早期就有了这样的影响，导致我会比较在意的穿搭这些东西。对，那不是一般会，比如说你妈会让你爸去点评，就是都是我陪我妈逛街啊。你是愿意的，我听话啊，我一直都很乖。你是一个很乖的小孩，你从小到大就很乖。你学习好吗？属于好学生吗？我属于中游。我从小到大不淘气，就很乖很听话，就坐在那一动不动。就经常现在也有一些长辈就也会在提及我小时候，说就属于去到别人家也不会乱跑，也不会吵闹要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告诉我这个东西能吃我就吃。不能吃，我就完全一动不动，什么都不会做。我就乖乖的、安静的坐在边上。其实你去留过学，对吧？对啊，你在澳洲留过学，对，正儿八经的。对，正儿八经的，跟巴黎的不一样哈。对，不是跟谁不一样？跟巴黎的。对，我也想说这样，跟巴黎不一样。其实，在 B 站上也有你翻译的那些就是英文的专场，对吧？对所以其实我感觉你有点太低调了，在有些方面我就希望踏实的做一些内容就行。你像我的那个播客也是嘛，对，高脚凳对谈它是一个很垂直的一个播客了，对，就纯聊创作，这是一个肯定没有市场的东西嘛。你除非把它当教育方面变成那种网课的感觉了，对，那不然它不是那种主流的嘻嘻哈哈脱口秀演员应该去聊一些日常出梗的那些东西。然后包括翻译，我就希望有些东西是自己真正想做、感兴趣的，我就踏踏实实做，然后也会获得认可，那就是说也挺开心的。但是有时候踏实跟无人问津，它也有可能是有关联的。我觉得一方面也是性格使然，二来我自己的平衡是。所以我会希望某些更容易被大家看见的方面能被更多人看见，所以我肯定不会在意说我翻译的专场有多少的播放量，多少点赞，0个赞还是1万个赞对我来说都一样，但是我的切片节目的切片我会希望它能传播出去，有更多的曝光，就是在两个上面心态不一样。对，我觉得也不能说把所有做的东西
都展现，都告诉大家，哎，我别光看我段子，我做饭还很好吃什么的，这我觉得你没法把所有的面都展现给别人。别光看我段子，我做饭也很好吃，我穿搭也很不错，我英文也很好，还留过学，还会翻译，还那个唱歌怎么样？然后我今天帮你把这些优点全部拿出来给大家看。怎么只记住我肩宽的？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还蛮喜欢你那个播客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能从这个角度定位去做一个播客，可能从同行从一个脱口秀演员来说，我觉得还有点意思，也有点了不起，就是大家就纯做这种创作的一个探讨，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他基本上他的受众可能就只是脱口秀演员。从理论上来说，脱口秀演员他只有理论，对内容，对他可能受众就是只有脱口秀演员，然后他就注定不是一个会爆款的这个传播，已经是一个局限了。大家也可以去小宇宙高脚凳对谈去收听我和韩道狗的那期对谈，和梁海源聊聊他的专场《天才的3个夜晚》。今年录完就是如果有一个破碎感打分的话，打几分？就是满分是10分，是10分代表非常破碎，对，已经碎成一地。1分代表无所谓，对，我觉得是4分。4分，我觉得是比较中间的一个4分，因为我是体育迷，各种球类体育比赛都爱看，对，所以我觉得竞技体育教会的就是面对失败。是我当时我淘汰以后，我想到了2个案例从我脑中穿过，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今年就很像世界杯的佛得角。你说这样的剧本算是好吗？其实也还不错，是比默默无闻然后也是3轮甚至4轮走要好。但是它也是淘汰。是。还有一个是我直接用来发朋友圈的湘北的全国赛，漫画里边就是一页是湘北的，大家就坐在那的一个大合影，然后配文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最后这张照片还是没能成为报纸的封面，然后湘北因为在面对山王的时候体力耗尽，在第3轮惨败于爱河学院，很有同感，就是我的状态。所以就感觉就是这样了，你就是能想到，很多时候你会联想到各种竞技体育的东西。对于就是脱口秀这一行来说你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吗？我最早是觉得极具天赋极具天赋，因为很快就上商演的肯定是天才。对但是其实在行业里越久，你会知道每个在行业里的人都有天赋，对，大家都是天才。对，我有一个观点是，你的上限取决于你天赋和努力的乘数，就是相乘的结果。当天赋都在这的时候，就看努力了。并且能感觉到自己的天赋和很多朋友相比是很弱的。对，我写东西很慢，它和努力无关了。就是你发现很难去想到方向，想到素材，连找个讲什么都费劲。那就一定是缺少了某种天赋。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灵感来得慢，来得低频。我又不是个努力的人你又不是一个努力的人。对，想要努力，但我总努力不了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的人。一个中流中不溜差不多。我一直在用很多小聪明苟活。我的一个被动技能是我能让自己永远处于一种不死之地就比如说我不会挂科，对，我不会考得非常糟糕，我一直都是保持一个中间的状态当我离再往前一步就差一点，他差的就是努力这个东西，内心也知道，但是有时候就是努力不起来。对，这也是很多人的状态。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天赋值1到10，然后努力值1到10，你天赋值、努力值大概是？我觉得我的天赋值可能是7乘以几，7，然后努力值可能是5。你是会觉得努力太辛苦了，努力不值得，还是确实提不起那个劲努力？你不好奇自己努力到极限的时候会收获什么吗？
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想象中非常厉害的人吗？也会害怕努力到极限，发现没有获得什么。就光努力，就坐在那一下午写稿，然后发现就是不行，就是这不是借口，其实也有努力的时候。我越到关键时刻越努力，就是越靠近 deadline，我的效率越高，是这么一个上升的这样一种状态。我理解你说的这种状态，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不是在录制之前跟浩哥去演出吗？然后浩哥说他就是在演出其他的时间会努力的还在写稿子改稿子。对，然后他说大狗也太休闲了。就是感觉到你的压力比他的压力要小很多，你知道吗？我会羡慕浩哥，因为浩哥真的能写。我跟浩哥一起录制，我们坐在那的时候录影棚里浩哥已经拿纸在写下一轮的东西写好几页。哇塞，我在想，你给我一个电脑把我关在这房间，我能干嘛呢？所以那你的灵感这些都是从哪来的？就是空降。那你会害怕别人说你是一个平庸的脱口秀演员吗？我觉得不平庸，可能前几年也证明了自己的在某个领域，比如说观察，对这个领域的能力吧。对，我觉得我已经就不会是平庸的。我留下了一点特点。即便说我发现我今年的我脱离了传统的韩大狗，走得更前了一步。对。但是传统韩大狗是一个烙印，它也是大家对我的一个印象。你说一个人如果要走向失败学，他要怎么样才可以走向失败？就自暴自弃，自暴自弃就可以。对，自暴自弃一定能失败。如果自暴自弃还失败不了，我觉得这人他的就是游戏属性运气值点的也太满。什么状态下的自暴自弃？就是啥都不做。就是他发自内心觉得自己不行。你觉得失败会有快乐吗？我觉得失败的快乐来自于你，来自于这个失败是你想获得为什么会想获得失败？我觉得就是那一时刻你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失败，或者更应该获得失败，而不是成功。因为我们经常有演员朋友说拿了高分，然后他说哎呀不要呀，怕被骂，哎呀肯定播了以后肯定要被骂啥的。他反而会害怕这样的成功。可能如果他觉得自己在那时刻想好了要失败，他真的获得失败了，对他来说是一种释怀。你最后有说淘汰感言的吧？我们都没有。我为什么想走到半决赛？是因为每年半决赛能在台上讲淘汰感言，然后大屏幕会放你的照片，会放一首你自己的歌，然后有一句你自己写的语录，你在这个下面，然后两边喷着烟花淘汰，是不是那种淘汰有一种美感？对，是一种仪式感，我追求这种仪式感。然后发现今年好像都没有。那如果总导演跟你说韩大狗，你只有夺冠才会给你这个仪式，区别对待你，行吧，那就努力夺冠。你会努力吗？会。说实话，观众真的在意这个选手是半决赛走的还是第3轮走的吗？观众有可能看的切片，他都不知道这是第几轮。对，我们可能就决赛的名次，你是年度10强，可能会对于观众有点意义。现在年度10强也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在年度10强就至少是年度20强。对，现在两边半决赛加起来50个人，对，感觉没进半决赛放以前就没有上节目，就是对就50个人就是以前突围赛的数量，对突围赛之后就已经淘汰一半了，对，然后第2轮又淘汰一半，你现在就决赛选手相当于过了脱口秀大会的第1轮，对，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原来我还没上节目。我的那个专场《天才的3个夜晚》，我有一个周边，然后是一个叫海源线下剑，它是一个剑的盲盒，然后这个剑它是按不同的年份来分的，0年、3年、5年和11年，然后我们每个嘉宾都会送一个盲盒，但是我会想问你，就是你希望你抽到哪一个盲盒？就是0年是没有开始磨的，然后后面是3年、5年和11年。
然后11年是个，我觉得我抽5年。你想，正好对我来说，5年是一个节点啊，是一个。如果今年对我来说是个生涯的高峰，我上一个高峰是5年前，所以我觉得5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好，所以我觉得我就选择5年键。5年是上面那个黑色的那个键，看看你会不会如愿以偿。好，会是什么键呢？啊，这个颜色是0年键。0年键也寓意很好啊！我跟你说，上次快哥他想抽到0年键，是吗？但他抽到了什么键？他抽到了5年。下次找他交换一下，去拯救开花的时候，对，交给他，这个跟他交换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OK， 好，然后也谢谢屏幕前的大家啊，谢谢大家看到这里，拜拜，拜拜。